我的认知哈里边没有说男的必须要做什么，女的应该做什么，就是我完全不会去考虑这个问题。真的是太鲜活的。我觉得只要你是个人，只要你想去做这个事情，你就去做。所以对你来说，它绝对不是一个男性的专属活动。那当然不是，我觉得任何事情。Laura 是我们最早期在阳朔认识的朋友之一。然后我们出国之前呢，他已经在就是带一些朋友探洞啊，自己也去玩，就是他以喜欢洞这个爱好出名，大家都知道这是 Laura 的爱好。然后呢，我们2年多在外面，现在刚回来，他竟然已经成立了探洞俱乐部，已经变得如此的专业了。所以我很好奇，他这2年都经历了什么，是什么让他走上这条路？那我们进去吧。Yeah, let's go. OK, let's go. 好，带我们看看你的世界。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开始了探洞？我还记得哈，我第一次探洞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是跟 Marcus 一起，然后呢，我俩经常骑着摩托车，然后去山里边逛。然后有一次骑着摩托车，然后路过一个山洞口，他就拉着我进去。我俩当时戴着摩托车头盔，拿着手机，然后就进去了。我当时第一次的感觉是恐惧。然后后来呢，我们俩就经常再去别的地方，就是去探洞。慢慢一点一点就特别喜欢，然后他走了以后，我就自己一个人，我就会一直探洞。这里有个窄洞，你想下去钻一下吗？咱俩可以玩一下，让他拍一下。这能下去？对，这里可以下去的。在跟我开玩笑吗？然后就这样，你看我走了。好，拜拜。看需要点技巧，对我来说应该还可以吧。你看不见我头被卡在这儿，你看不见，头根本都转不过去。你看这里有一个灶马，你看它的触须，你看这个触角非常的长，就是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一些光线进来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叫弱光带。但是在里边的话，我们进到真正的黑暗带的时候，我们见到洞穴生物也就不一样。你看那个水珠顶上，看，你看像不像星空？像。你觉得让你就是觉得最不可思议、最叹为观止的？在山洞里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你说问我最喜欢的，我真没想过，我没有这种对比心，一定什么东西都一定要有一个第一，或者是有一个最，我觉得都很好啊，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其实，我觉得比来比去没有意义，不重要，都不重要，真的。很多人问我，他说你去过最漂亮的洞是哪个洞？我说有最漂亮的洞吗？这个更漂亮。没想过这种问题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很多人他追求洞的深度或者长度，或者就是一定是这个洞，他有一个标准，然后呢，因为这个标准去探洞。我就不会这么想，只要里边有沉积物有生物，我就很满足，我就会在里边待1天，我就可以拍很久。对啊，我觉得里边有很多东西吸引着我，让我一次又一次觉得，哎，我今天如果觉得无聊，那我骑个摩托车我就出去探洞了。我们人类太愚蠢了，不应该去给它去分什么等级，我觉得这个不应该。手持的太晃了，我再来一张。你看它们都是一种。我经常会被那些很细小的东西感动到，我就觉得天哪，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特别美好。就这种就是听起来很假，但是真的非常非常感动。那种很微小的、很细小的那些细节在洞穴里边，那个真的很治愈人的。所以我就跟很多人说，我说你们探洞的时候一定要慢。你去探洞的话，你不要赶时间嘛，你就慢慢的去观察，哪怕是一个很小的生命也好，或者是一个沉积物也好，你的收获远远比你走马观花这样子快速的过一遍，然后去拍几张照片，收获大太多。哇，你看，我觉得很像蛇，那个蛇那个牙是会收缩的，对吧？哦，有可能。以前也去过一些洞哈，但虽然不是很多，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去玩，但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脚下有什么东西，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脚下很多微生物。但今天我发现，我每走一步我都有点心惊胆战的，我就感觉我不想来这洞，是因为我担心我会踩死东西，所以我就尽量的找个地方就是站着、坐着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发现吧，以前我就没有发现过。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对这种东西在乎的啊，在意的，就是对，很好。我腿没那么长，我踩不到，我还是像刚刚 Laura 一样那个方法比。
最早的时候，我们探洞，看到那些就是被凿断的、被切断的、有人为痕迹的，那个时候就觉得，我以为是自然就是掉落的。后来因为就是慢慢了解的越来越多以后，才知道哦，原来还有这种事情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，如果没有人类的破坏的话，我们现在看到的会更漂亮、更完整。你看他为了捕捉那些飞虫，用我的光会吸引那些飞虫，你就很难过啊，就是因为没有人理解你，然后你还要一直坚持去做这些事情，就是去做好洞穴保护啊什么的，然后别人觉得很可笑，别人就觉得你很可笑，谈什么洞穴保护，谈什么环保这些，他会觉得你很假。那后来我就慢慢就开始从自己身上去做一些改变，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听别人去说什么呢？我就做好自己就好了。但很多人都不懂，你像我刚开始探洞的时候，我也不懂啊。对啊，我也觉得，哎，这个东西可以拿出去，那个东西可以拿出去，这个是不是可以踩，那个可以摸。那后来只有你知道它的在知识这方面，就是你要知道它是怎么形成的，它有多么的不容易，就相当于你去理解一个人，怎么去理解，你先得了解他。对，手上有个什么东西，我再去看一眼。它游得很快，你得快一点。好奇，我们个体只能通过个体影响另外一个个体，然后这样子这个圈就会越来越大。有事。哪里？喂，这里。哦，我看到了，耶 ！Oh my god！ 哇，酷 ，That's cool。对，虽然非常非常的漫长，但是如果不做的话，那它连这个圈都没有了。谢谢。有点像滑坡。有点像。放歌吓死了。没有，是鞭炮。是鞭炮吗？对，你把这个录下来了，我们俩的反应。我也以为我这小命不会到今天到此为止了。不会，但我们它即便是滑坡，那边这边洞口堵了，我们还可以从那边出去啊。这你要带我们去的地方吗？不是，可以带你看一眼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们几个人然后去探洞，那个时候我提前看了天气预报，但是天气预报上面显示的是没有雨，然后第二天早上又看了，也还是没有雨，然后我们就去了以后就一朵乌云飘过，整个雨一股雨，然后从洞里边灌进去，我们差点就没有出来。对，幸亏我们都会攀岩攀得比较好嘛，然后我们就顺着那个岩壁就往高处爬上去以后，那个平台上面有别人生过火的痕迹，然后我觉得那个地方就很安全，然后在那里等水位稍微小一点，然后我们就拿着绳子，然后就一路步路绳就出去了。对，那一次让我觉得后怕。对。是像洪水一样灌进来？对，像洪水一样灌进来。我天哪！所以我现在有时候探洞，一听到那种水声稍微大一点，我都会想到那个时刻。对，这里有点风险。你看啊，这里下边直接就是一个悬崖，垂直的。这一掉下去，估计我们出不来了。那肯定。能进去吗？你觉得？可以，但是出不来，会比较长。这个钻的地方。我们现在对很多就是未知的自然的东西了解的非常少。你像现在很多城市里的人，然后他们到了像阳朔这样喀斯特地貌的一个地方，他们都不知道喀斯特地貌是什么。我们以前可能上学的时候在课本上学的东西非常有限，那毕竟是在纸上的东西。那我们如果走到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，把以前学的东西重新再温习一遍的话，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不管是在教育自己的孩子上面，还是在自己自我提高的一个事情上，对这个世界有一个认知，我们要提高自己的世界观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就应该去多看看，多走走，而不是说我天天就在家里边玩着手机，刷着别人去探了个洞，或者是攀了个岩，觉得哇好酷哦，但自己完全对这东西都不了解。对，我觉得就应该去尝试一下。够刺激吗？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。哎呀妈呀，这就是我想要的体验。出来一下，那个空气都变得很好，挺刺激的。如果大家就是有任何机会去接触到探洞的话，当然一定要找专业的人。
安全第一嘛。然后第二就是一定要找一些对洞穴有所研究了解的人。我觉得你去一趟的话，你冒着一定的风险进到了这样的一个地下世界，肯定要带走些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你不管是我们说的带走垃圾也好，但是你肯定要带走一些洞穴里边的你对它的一个认识，那是通过谁带你进去，对不对？当然安全第一，环保第二嘛，其他的倒没什么了，我好像没有什么要说的。